白的不露脸。今天要和你们分享淘宝的开箱文。今天要分享的这些淘宝战利品都是服装类的战利品，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会买到雷物还是会买到便宜的好物呢？那我自己本身在淘宝买衣服的习惯呢，我大概都会买大概80块人民币到100块左右的商品。那如果看到真的很漂亮，然后评价又很好的，可能40-50块的我也都会买。因为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支淘宝的牛仔裤影片吧？我觉得那3件牛仔裤真的是捡到便宜，每一件都不到200块台币的东西，却可以让我这么的喜欢。我现在觉得在淘宝买东西不一定是用价钱评断质量，因为我曾经买过可能100块以上，甚至到200元人民币的东西，买回家是一次都没有穿过。为什么一次都没有穿过？是因为它真的穿起来版型很奇怪。我这个人其实对版型是不太挑剔的，除非它的剪裁是有一点歪掉，就是它本身品质设计不良以外的东西，我基本上都不会觉得它的版型是不太 OK 的。希望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开到好物。那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东西有这么的多件，所以我们每一件花的时间可能不会太多，赶快来进行今天的淘宝开箱吧。那今天上衣的部分我就是一样会换，然后在镜头前面直接呈现给大家看，但是下半身的部分呢，我就是看情况再做决定。EGGKA， 那这一件的单价是99块。那我现在讲的价钱全部都是人民币的价钱，这一件算是我这一次买稍微贵一点点。这一件是一件针织的毛衣，手感并不是非常的柔软，还蛮粗的毛衣。然后这边是有这种破洞的渐层，袖子的地方很漂亮，是喇叭袖，那穿起来是漂亮的。然后整体版型也是 OK 的，宽宽松松的，可是料子并不是非常的亲肤，看洗一洗会不会好一点点。袖子的地方设计的很好看，我很喜欢，它是这样像喇叭，可是又不会太长，但是这个料子可以说是算是蛮粗糙的料子。接下来是鞋子，那这个鞋子的卖家叫做新邦邦，这一双只要59块人民币，我觉得很棒。因为它的品质还蛮舒服的，只是不知道它的牢固程度怎么样。这边都很舒服，很柔软。鞋子的版型是稍微方头的复古版型，然后这个是黄色，我觉得穿起来很衬肤色，而且可以配一些比较复古的裙子。然后我还买了一条皮带，皮带大概系起来的话会是这个感觉。那这个皮带它是一个复古的圆形皮带，这个地方做的还蛮粗犷的，皮质什么的也都还算是 OK， 没有很粗糙的感觉。那搭配牛仔裤不会太过于浮夸，又有一点点造型，我觉得还蛮好的，这个也还蛮推荐。这好像才16块人民币而已。接下来是同一个店家，这个店家是小兵定制，然后我买了4件单品，这一件已经被我拆了。这是一件素的针织 T， 然后它的价格是55.99元。一上手的这个触感呢，我觉得它并不值得55.99元，因为折合台币也是300块，300块可以买到质地非常柔软亲肤的内搭上衣。那这个呢，我是觉得它的料子稍微有一点点粗的。刚刚第一件穿的这个是韩货的上衣，它就是非常的柔软，但是这一件呢，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粗的、硬的塑胶纤维。那我还买了2件一模一样的，因为我原本以为这种东西不太会雷到，可是，然后远看是会有一点这样透明的感觉。那你们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什么样的材质，穿在身上的样子，版型也不是很好哎，这到底是买了什么东西？你们看它这里。是往内卷的，很不顺，就他们有一坨东西集中在我的腋下。我觉得拍照看是一定没有问题，可是它就不是一件版型非常好的上衣。你们看我这边也是都卡在这个腋下，一样是小兵定制买了一件风衣外套，材质也是非常的普通，很粗糙的材质。穿起来是蛮好看的，就是很休闲的白色外套，
后面有一个帽子，看起来会更有年轻的感觉。像这样的帽子，然后整件是比较薄的材质，比较硬一点点。这边还有抽绳，可以把它抽成有腰身。OK， 一样是小兵定制的裤子。裤子的部分，我觉得在淘宝买比较不太容易买到很雷的裤子。裤子的材质比衣服好太多太多了，就是上手的柔软度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它的价钱是91.68元，我的 size 是 S 号。长这样，是一件高腰的条纹肤色的裤子。那烫一烫应该会漂亮许多。现在就是要去挑战一下它的版型。好，那这条裤子我觉得是 OK 的，可以买的。它的版型虽然没有非常的优秀，可是穿起来不会显胖，反而是还蛮显瘦的一款裤子，所以我觉得还不错。OK。GAI 极简定制购入的，它的价钱还蛮便宜的，是37.49块，是正常的材质，不会粗粗的。那穿起来的感觉就是我现在这样，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版型没有失败。不过它下面如果你把它扣成这个样子穿的话，这边一定是要搭配高腰的下半身去穿着，不然你下半身这边腰的剪裁会有一点点怪怪的。接下来是这一包，里面有2件，这个是 Yellow Plus 的衣服，这个我觉得还蛮喜欢它的包装，比较环保，然后它的塑胶袋也没有很仓库的感觉。这一件是88块，料子蛮厚实，也是舒服的料子，它不是非常柔软的料子，但也不会刮肉，也不会刺刺硬硬的。这是一件算是中长版的裙子，再来是一条窄裙，窄裙目前摸起来也是都还 OK 的，里面还有附内里，它这里有个粘在一起的腰带，然后穿上去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系自己的松紧，像这样。这裙子的价钱是67.5块，然后不要买，它超级显胖的，一点也没有卖家说的很显瘦这件事情。它穿起来呢，有一个很致命的地方，就是它的布料完全不会修饰你的臀型，它完全是顺着你的屁股走，它不会直直的下来，它会有点往外翘，那就会显得你的屁股很圆润、很鼓，并不是一件很显瘦的，我觉得是显胖的裙子。再来就是它尾端这个设计缝得很奇怪，它不是直线的裁缝，它到这里会再往外飞，所以整体穿起来不是很 A 字形。接下来就是它这一件上衣，我也觉得大家可以不需要去买，可是如果你想要尝试这种比较中长型的裙子，是稍微可以试一试的。它的裁缝并没有裁缝得很棒，很多的脱线的地方，然后它这个料子这边是没有收边的料子。估计是洗过几次，这里就会开始糊会灰掉。穿起来没有显瘦的感觉，但也没有显胖的感觉。可是它的造型是比较奇特的造型，就是比较日系一点点的造型，所以我个人觉得还蛮挑人穿的，是气场比较强一点的人，你才可以去挑战这一类型的衣服。给你们这个意见了。好。再来这件是梦梦家女装购入的，价钱是49.9块哦，感觉是还 OK， 蛮棒的一件毛衣针织。然后它的设计也是没有车缝边的设计，在穿跟洗的时候都要稍微的小心。这边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喇叭袖，现在已经有点开始在喷血了，不过整体摸起来的触感比刚刚的70块、50块的衣服都还要好。那这件上衣非常的 OK， 你们可以去购入，而且我觉得是好看的上衣，它穿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的版型问题，袖子啊、腋下也都是完全 OK， 是它没有裁缝边，我真的很怕它裂开，可是它这里整个裁剪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很好看。这件是一件窄裙，它是在 Miss D 极简定制的店家买的，我发现他们很喜欢把店名取作什么什么极简定制，看起来是还不错，整个料子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摸起来也是舒服的，没有差的感觉。裙子也是 OK， 版型很正常，而且是显瘦，质料有质感的一件裙子，它只要24.99块人民币吧，我觉得
可以买，非常的优秀。然后呢，我觉得它的 size 稍微的偏小一点点，因为我平常可以穿 S 的窄裙，但这一件我穿觉得有一点点紧绷，它会一直往上滑，就变得很短很短。那我觉得这件是很 OK， 很可以买的，上衣也是。最后是一条牛仔裤。自从我上次买了淘宝的牛仔裤，我就对淘宝牛仔裤有一个非常非常信赖的想法。那我这次又买了一件宽裤，倒出来的手感是不错的哦。这一件的商店就是这个 DGDNDI 这一件商店，它上面还写质量等级是1级品哦。好，那我一样是拿了 S 号的裤子，大家看一下这件裤子的特色，它就是直筒的裤型，在裤尾的地方是做这种破的裁切，然后裁切的造型算是蛮随性的裁切啊，是它前面比较短一点点，然后侧边脚踝的地方稍微再长一点，是最近还蛮流行这种不规则造型的裁剪方式。裤头的地方也蛮 OK 的，没有很奇怪的车线，后面有口袋，前面也都有口袋，是一件还蛮正常的牛仔裤。料子呢是薄薄的料子，这真的蛮薄的，有点像是牛仔帆布袋的料子，但是没有。不过完全不会透，请放心。这条裤子是69块人民币。那我觉得这条裤子呢，你可能要稍微选大1号的 size。如果你的屁股跟我一样是比较有肉一点点的，骨盆稍微宽一点点的，选择 M 号。我是平常穿 S 号，你选比自己大一点的 size 会比较舒服。但我现在穿是合理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且是一件我可能愿意再多花69块再去买一件 M size 的一件。牛仔裤腰的地方也算是蛮高腰的，因为我大腿稍微偏肉一点点，所以穿起来会有一点点小喇叭的感觉，就是大腿会稍微的有一点点贴肉，然后下面会往外散开，我觉得是好看的一件牛仔裤。但是价钱比较起来，还是没有我之前买的那3条牛仔裤 CP 值高。那今天的淘宝战利品分享就到这边了，请原谅我真的没有心情去把它们一件一件穿起来再拍影片放在旁边了，因为真的是有一半的衣服我自己照镜子都觉得没有办法接受。那非常非常抱歉让大家看了一支这个不是非常成功的淘宝战利品，因为我其实自己也是满心期待，而且它一来的时候有多大叠，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大叠的感觉是非常让人兴奋，但是大概有这样都是不合格的商品。那也希望大家不要被今天的影片影响到心情啊，我都已经帮你们挡下来了，所以不用担心。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这支影片按个赞，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买到不好的淘宝商品就交给我的儿子吧。这样子好像也没有很浪费。小宝贝，你有很多新的小床铺了，完全的占领了我的新衣服。好家伙！